家好，欢迎来到 Learn Chinese on the Go。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慢生活真的好吗？小美啊，今天我们聊聊慢生活吧。慢生活听起来就很舒服啊。是啊，很多人都向往这种生活呢。但它真的好吗？这是个问题啊。对，今天就来好好聊聊这个话题。你觉得什么是慢生活呢，大明？我觉得它不只是速度慢下来，哦，那它还有什么别的意思呢？更多的是一种心态，一种选择吧。对，一种更平静的心态，是吗？没错，比如可以减少很多压力。慢下来，我们能更好地享受生活，比如有时间陪伴家人和朋友。还能好好吃饭，好好睡觉，更健康。我也觉得能让人更有幸福感呢。听起来很美，但现实中容易吗？不容易啊，我觉得它也有挑战。是的，比如经济上的压力呢？啊哈，对，这个很现实，很重要。毕竟生活还是需要钱来支撑的。如果慢了，收入可能会变少吧？是的，这会让一些人不敢慢下来。还有，会不会错过一些机会呢？这个也有可能。在职场上，周围的人都在努力奔跑啊。是啊，你会不会觉得有压力呢？有一点点，会觉得自己落后了。所以说，慢生活真的适合所有人吗？我觉得不一定，看个人情况。没错，每个人的追求都不一样。有些人可能天生就喜欢快节奏。那他们享受快节奏也挺好的。找到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就好。那如果想慢下来，有什么方法呢？我觉得可以从小事情开始做起呀。比如每天留一点时间给自己。对，比如慢慢的吃早餐，不急。或者下班后散散步，看看风景。离开手机，和家人好好聊聊天啊。这些都是很好的尝试，很有意义。慢生活不是完全不动，是吧？对，是找到节奏，不是停止前进。我觉得它是一种平衡，一种智慧。说得真好，小美，我很同意你的话。啊哈，谢谢大明，我也学到很多呢。看来慢生活的好与坏都有道理。是的，关键在于怎么去看待它啊。找到自己的平衡点最重要。对，选择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。对了，我还想问你一个问题。那你觉得慢生活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？最大的挑战啊，可能是坚持吧。坚持，这个我同意。现代人很难。对呀，好多诱惑，很容易就忘记了。比如手机是不是最大的敌人？啊哈，绝对是。它总是拉着我们走。是啊，一不小心时间就过去了。所以，真的需要很强的自制力才行。看来，慢生活并非只是放松那么简单。没错，它更像是一种生活态度和选择。说到选择，那你有没有觉得什么呢？你想问什么啊？有人会误解慢生活，觉得是偷懒？哦，这个很常见，我也有同感呢。对，他们可能觉得这不是积极向上。但其实慢是为了更好的快啊。是的，休息是为了走更远的路，对吧？没错，这才是它的真正意义所在。看来我们需要多解释一下慢的含义。对，让更多人了解，它不是停止不前，而是找到一种更有效率的生活方式。对啊，高效的慢才是我们追求的。说到高效，你觉得工作呢？工作中怎么慢下来，是吗？
比如工作节奏太快怎么办？我觉得可以从专注度入手哦。专注度，具体怎么做呢？比如一次只做一件事，不分心。哦，就是所谓的番茄工作法吗？差不多那个意思，提高单个任务效率。这样，即便工作多，也能从容应对。是的，而且还能减少很多焦虑感呢。焦虑感确实是现代人的一个大问题。慢生活其实就是在对抗这种焦虑。对，它让我们学会停下来，深呼吸，感受当下的美好，而不是总在追赶。那你觉得有没有什么具体的例子？例子，比如平时怎么实践呢？除了我们之前说的那些小习惯。哦，我想到了，定期给自己放个假。放假，不一定是长假，对吧？对啊，一个下午或者一个周末就行。只是用来放空，什么都不做。没错，就是让大脑彻底休息一下下。这听起来真的非常棒，我很需要。哈哈，我也是啊，感觉压力小很多。那除了放空，你还有别的妙招吗？妙招啊，还有就是培养一些爱好。爱好，比如画画或者听音乐。做一些让自己心静下来的事情。是啊，比如像冥想那种吗？冥想也不错，或者只是看看书。感觉这真的很能放松心情。对啊，就是给自己一个安静的空间。我平时就很少有这样的时间呢。慢慢来，一点点改变就好啦。说到这个，慢生活好像不只是放松。哦，你觉得还有别的方面吗？我觉得它还关于选择和拒绝。选择和拒绝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选择自己真正想要的，拒绝不必要的。哦，我好像有点明白了，断舍离。对，有点那个意思，让生活更简单。这样好像真的能减少很多烦恼呢。是啊，不用总是去追求很多东西。那么，你平时会怎么实践呢？我会定期清理我的手机和电脑。哈哈，删除不用的 App 和文件吗？对啊，那些无形的东西也占空间。确实，感觉清爽了，心情也变好。还有，我最近开始拒绝一些聚会。哦，不是你喜欢的聚会吗？是的，只参加真正想去的活动。这也是一种对自己时间和精力的负责。没错，我觉得这样效率反而更高。我也应该学学你，不要什么都答应。对了，小美，你觉得慢生活会影响工作吗？影响工作？我觉得它会提升效率啊。怎么说呢？很多人担心会变懒散。不会啊，适当的慢是为了更好的快。就像我们之前说的，劳逸结合。对，有计划的放慢，不是无所事事。那你有没有什么方法让工作也慢下来？让工作慢下来啊，比如专注一件事。专注一件事，而不是多任务处理吗？对，一次只做一件事，效果会更好。哦，这和我们的习惯有点不一样啊。是的，但你会发现，其实更省时间。我得试试这个方法，感觉很有效。还有，工作间隙可以多起来走动走动。离开电脑，去倒杯水之类的吗？对，让眼睛和身体都休息一下下。这样就不会一直盯着屏幕，很累了。没错，这些都是小细节，但很重要。我觉得我们聊得越来越深入了。是啊，慢生活真的有很多学问呢。那你觉得慢生活对健康有好处吗？肯定有啊，身心都会更放松的。比如
睡眠质量会更好一点吗？没错，压力减少，自然睡得更香。听起来真的太棒了，小美。是啊，身心都会感觉特别放松。那除了身体放松，精神上呢？精神会更专注，思路也更清晰。这样是不是就不会那么焦虑了？对，你会更有耐心，减少浮躁。我感觉我们现在就有点慢下来了。哈哈，是啊，这就是对话的力量。慢生活真的能让人静下来思考。没错，去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。很多人都说找不到自己的方向，也许就是因为太忙，没时间想。这个角度我以前没想过呢。慢下来，你会发现更多可能性。那除了个人感受，对生活呢？对生活，你会更懂得欣赏细节。比如享受一杯咖啡的时间吗？对，去感受阳光，闻闻花香啊。听起来就很治愈，让人放松。是啊，生活不只有工作和目标。那慢生活对人际关系有帮助吗？当然有啊，你会花更多时间陪伴。高质量的陪伴确实很重要。没错，用心和家人朋友交流。对，那样就没有了真正的互动。这样说来，慢生活也培养耐心。是的，你会更理解别人，更包容。那他是不是也更容易培养爱好呢？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，大明。毕竟有更多自己的时间去探索。没错，你可以做喜欢但没空做的事。比如学习一项新技能之类的吗？对，或者只是单纯的看一本书。这样生活真的会变得更有趣。没错，你会发现很多小确幸呢。对了，慢生活是不是就等于懒惰？哈哈，这是个很常见的误解。我也觉得它不是什么都不做。慢生活是高效的生活，不是慢吞吞。就是有目的地去生活，对吧？对，把精力放在真正重要的事情上。筛选掉那些不必要的干扰因素。没错，你会感到更轻松，更自在。你说的这些真的让我茅塞顿开。很高兴我的分享能帮到你，大明。我对慢生活有了更全面的认识。它是可以从我们身边小事做起的。我想今天就开始尝试一些改变了。你会发现生活真的不一样了。对了，我还想问你一个问题。你觉得慢生活具体怎么实践呢？可以从很多小事开始呀。比如呢？有什么具体的例子吗？比如，每天留出时间喝杯茶。喝茶，这就算慢生活的一部分。对啊，全身心的去感受当下。那还有别的什么简单的事吗？比如，散步时不看手机。这个我能做到，确实挺重要的。专注于周围的环境，感受自然。那吃饭呢？吃饭也可以慢下来吗？当然了，细嚼慢咽，品尝味道。听起来有点像正念，对不对？很多理念是相通的哦。就是要有意识的去选择和感受。没错，那是它的核心。我是不是也该少看点手机了？哈哈，很多人都有这个问题呢。我感觉手机总是偷走我的时间。是的，设定数字排毒时间吧。数字排毒，这个词很有趣啊。就是一段时间不使用电子设备。哇，这对我来说有点挑战性。可以从短时间开始，慢慢增加。我试试看，先从1小时开始。很好，你会发现更多的可能性。对了，慢生活会不会影响工作效率？不会啊，反而会提高效率呢。怎么说？
这听起来有点矛盾。因为你减少了无谓的消耗吗？比如把时间花在真正重要的事上。没错，专注力会更强，效果更好。这样看来，它真的是一种智慧了。它帮助我们找到生活的平衡点。听你这么一说，我真的很有信心了。很高兴听到你这么说，大明。那你觉得慢生活有什么局限吗？可能需要一些自我约束吧。是的，改变习惯确实不容易啊。但它带来的收获是值得的。我相信，为了更好的生活，值得。对，它不是逃避，而是面对。面对更真实的自我，对吧？也可以说是活在当下，享受过程。这听起来太美好了，小美。你也可以拥有这样的美好生活。对了，慢生活对心态有没有影响？当然有啊，会让你更平静、更积极。这样就能减少焦虑和压力了。没错，你会感到内心充满力量。内心充满力量，听起来真棒啊！是的，那种平静会带来很多。平静能让我们思考更清楚吗？当然，会帮你做出更好选择。比如，不再盲目追求速度了。对，而是关注质量和意义。这需要很大的转变吧？但从小事开始，并不难哦。比如说，具体可以怎么做呢？比如，早晨喝杯茶，不看手机。这确实是个好主意啊。或者，吃饭时只专心吃饭。哈哈，我常边吃边看视频呢。那就是可以改进的地方啦。一点点改变会有效吗？当然，量变会带来质变的。慢生活对工作效率有影响吗？不会，反而会让你更专注。专注就能提高效率，对吧？没错，减少分心，做事更认真。这样就不会感到那么疲惫了。是的，还能避免工作倦怠感。这对我来说太重要了。那你平时工作节奏很快吗？每天都像打仗一样紧张。难怪你会觉得慢生活很新鲜。那慢生活是不是一种奢侈呢？不，它是一种心态，与金钱无关。也就是说，每个人都能拥有。对，只要你愿意尝试和改变。我开始有点明白了。你觉得慢生活和人际关系呢？这倒是个有趣的问题。会不会让人变得不爱社交？我觉得可能会更注重质量吧。完全正确，你会选择深度交流，而不是为了社交而社交了。这样友谊会更真诚、更持久。有道理，确实是这样。对了，你还想知道什么呢？慢生活对数字产品怎么看？并非完全拒绝，而是有意识的用。比如，减少无目的的刷手机。没错，让科技服务我们，不是相反。这和我的想法有点像。活在当下，科技也可以是工具。听你这么说，慢生活真不错。它能帮你找回生活的掌控感。掌控感，这很重要啊。并且发现那些被忽略的美好。被忽略的美好，比如呢？比如清晨的鸟叫，雨后的彩虹。是啊，我们总赶路，没空看。慢下来，才能真正感受它们啊。确实是，我以前很少注意这些。慢生活就是一场发现之旅。听起来很有趣。那对工作呢？工作也一样，注重效率而非速度。效率和速度有什么不同吗？速度是快，效率是做得好，有结果。我明白了，
不是盲目的快。对，把一件事做好，比做多更重要。我常常为了快，反而出错呢。慢下来思考，会减少很多错误。这个对我的工作很有启发。这样，工作会更有成就感，压力小。那慢生活会影响收入吗？并非如此，反而可能提高价值。为什么呢？这怎么说？当你做得更好，别人会更认可你。哦，高质量带来高价值，有道理。而且，你会更清晰自己的需求。需求？这又是什么意思呢？不会盲目追求物质，减少浪费。我们现在买太多不需要的东西。减少不必要的开销，也是一种财富。这倒是真的，存钱就多起来了。所以，慢生活不等于没钱，是智慧。对了，那慢生活对身体好吗？当然好啊，可以减少很多压力。压力少了，身体自然就轻松了。对，你会更注重休息和饮食。哦，不像我，经常熬夜，随便吃。慢生活是学会好好照顾自己。这个我确实需要好好学学。精神上也会更放松，少焦虑。心里会更平静，是吗？没错，能更好地与自己相处。听你这么说，我想试试慢生活。很好啊，从小处着手就行。比如，有什么具体的建议吗？每天花5分钟，安静地喝杯茶。就这么简单吗？我还以为很难。关键是意识，不是形式。哦，意识。那还有别的吗？饭前感恩食物，吃得慢一点。都是些小事，但感觉很有力量。对啊，这些小习惯会慢慢改变你。听起来，慢生活其实不难。只要你愿意开始，就能感受到好。是啊，感觉慢生活很有吸引力。改变都是从一点一滴开始的。那是不是说，我们不用辞职去度假？哈哈，当然不是那样啦。我还以为要离开城市呢。慢生活是一种心态，随时随地。心态啊，这个很重要。对，它让你更专注当下。专注当下，听起来很有道理。感受周围，不再急匆匆。比如散步的时候，多看看风景。完全正确，少看手机，多看路。这个我确实需要改进。慢慢来，不要给自己压力。是的，不能把慢生活变成任务。对啊，那样就失去意义了。好像很多人都会有这个误区。没错，重要的是享受过程。享受过程，这个说的真好。它能帮你找到内在的平衡。内在平衡，感觉生活会更充实。不会那么累，心也不会乱。听着就觉得很舒服，很向往。那就从今天开始尝试吧。好啊，喝茶、吃饭、散步。记住，贵在坚持，持之以恒。坚持，好的，我会努力的。每天进步一点点，就是成功。谢谢小美，你让我很有启发。不客气啊，互相学习嘛。真是受益匪浅的一次聊天。希望听众朋友们也能有所收获。我想他们肯定也会想尝试的。欢迎大家分享自己的慢生活体验。对，评论区告诉我们你们的做法。我们可以一起交流和成长哦。这样真的很好，互相鼓励。慢生活不是逃避，而是面对。更积极的面对生活挑战。没错，用心去感受每一天。今天的讨论真的很有意义。是啊，希望大家都能找到节奏，找到属于自己的慢生活方式。
然后更享受生活的每一刻吧。感谢所有听众朋友的陪伴，谢谢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。如果喜欢，请记得订阅和分享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。好的，非常感谢，我们下期见。拜拜啦，期待下次再和大家聊。好的，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。谢谢大家的收听，我们下期再见。